全球嘅資源同埋糧食供應啦，都變得越嚟越緊張啊！隨住俄烏嘅戰爭持續，俄羅斯同埋烏克蘭身為資源同埋糧食嘅主要出口國，都刺激到相關嘅商品價格係長期喺呢個歷史嘅高位。除咗大家聯想到嘅傳統資源，例如係原油啊、煤炭同埋天然氣之外，仲有好多其他嘅必需商品都面臨價格上漲嘅問題。其中包括啦係一啲嘅糧食，例如係小麥、粟米、大豆，以至係牛奶、雞蛋同埋牛肉等等。而因為資源同埋糧食嘅短缺而引致價格上升嘅問題，已經係令到全球各地嘅通脹率啦係達到歷史嘅高位。咁就例如美國最近5月份公布嘅 CPI 消費物價指數為例啦，就已經係達到8.6% 嘅水平，係創咗40年嘅歷史新高。另一個刺激資源價格上升嘅原因啦，係歐盟上個月係禁止咗俄羅斯石油入口嘅消息，而正係因為呢一個制裁嘅判決啦，都令到歐洲原本入口嘅原油減少啊，咁引致價格再度上升嘅。咁所以當俄烏嘅衝突係冇明顯嘅改善，咁相信資源同埋糧食嘅價格啦，都會係繼續上升啦，都會繼續令到全球通脹啦係更加嚴重之餘，全球嘅糧食危機都會係繼續加劇。不過可以從中受惠嘅板塊啦，正係一啲資源同埋糧食相關嘅行業。咁所以今日啦，就想同大家去到分享呢一類型行業入邊值得留意嘅3隻派緊至少10厘嘅高息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Graham， 歡迎你嚟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。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個人理財同埋投資嘅知識，歡迎大家去 subscribe。喺開始分享之前啦，都要澄清翻，因為資源板塊嘅股票已經係俾投資者追捧咗一段時間啦。咁雖然陣間提及嘅股票嘅股息率啦，依然係非常之吸引嘅。不過喺股價方面都已經係錄得唔少嘅升幅，咁所以投資者喺買之前都要考慮翻呢一點嘅。而投資者除咗要係小心有高追嘅風險之外，亦要留意商品同埋資源嘅價格都好受地緣政治因素影響嘅，而且價格啦係可以非常之波動，咁所以呢一類型股票嘅風險都比較高，投資者亦要係留意嘅。好，嚟到第一隻超過10厘嘅資源股啦，咁就係隻1088中國神華。咁相信大家對於呢一間企業都唔會陌生噶啦。咁佢係內地龍頭嘅煤炭生產企業。根據公司最近公布嘅季度業績，公司啦由今年1月至到3月嘅總收入啦係839億人民幣，咁比起上年同期啦係增長咗24.1%。而至於盈利方面啦，就錄得198億，咁按年啦係增長咗66.9%。咁公司收入同埋盈利有咁強勁嘅增長啦，主要有2個原因嘅。第一，受惠煤炭價格上升，咁就例如焦煤嘅價格啦，喺過去1年由大約每噸2000蚊人民幣升至到每噸大約3000蚊人民幣啊，咁升幅啦係高達50%。雖然煤價由上季衝高之後有所回調嘅，不過目前依然啦係相對喺一個高嘅價格，咁對煤炭行業嘅盈利啦有好大嘅支持作用。而第二個原因啦係因為因應翻需求增加，有關政府部門啦最近就批准咗公司旗下3個嘅煤礦啦係增大嗰個生產量嘅。而增產量啦，每年總共咧係可以增加460萬噸嘅煤炭咁多㗎。咁喺產能提升之下，絕對啦會對集團嘅收入同埋盈利啦係有正面嘅影響嘅。最後再睇埋公司嘅派息，中國神華目前嘅股息率啦，大約係11.5厘，而今年派息嘅金額啦係2個5毫4人民幣，而兌換翻港紙啦，每股咧就派緊3個06㗎。咁比起上年啦，係增長咗大約42%，連續4年派息增加之餘，派息增加嘅幅度啦都相當顯著嘅。而公司嘅除淨日啦係喺今個月嘅26號，咁所以如果想賺埋個估值啦，都仲嚟得切嘅。咁不過考慮到中國神華嘅股價過去1年啦已經有大約50%嘅升幅，而且已經啦係喺過去咁多年嘅歷史高位。呢啲位置先去投資，會唔會有高追嘅風險？投資者啦喺投資之前要自己衡量啦。
第二隻值得考慮嘅資源收息股啦，係隻883中海油。中海油嘅股價由年初至今啦，已經係累積咗接近40% 嘅升幅，咁係大幅跑贏整體港股之餘，仲成為升幅最大嘅藍籌之一。咁根據翻公司最近公布嘅業績，中海油第一季啦係實現到908億嘅人民幣收入，同比咧係增長咗大約74%。而至於公司嘅淨利潤啦，就錄得343億嘅人民幣嘅。咁比起上年同期啦，係增長咗超過1.3倍咁多。管理層解釋業績大幅上升嘅主要原因啦，係因為國際嘅油價大幅攀升而引致嘅。咁受到地緣政治嘅因素同埋疫情嘅反彈，令到原油嘅需求增加，油價啦已經係逼近歷史嘅高位嘅。咁就例如 WTI 原油期貨嘅價格就已經去到$120嘅水平。另外，公司亦因為成功把握油價回升嘅機遇，喺過去幾個月啦就增加咗原油嘅產量同埋儲備嘅，咁令到業績嘅表現係獲得理想嘅成績。而除咗油價上升之外，中海油回歸 A 股嘅消息都刺激到佢嘅股價啦有短暫嘅升幅。另外喺原油股票嘅板塊方面，386中石化啦，亦都係可以考慮嘅選擇。中石化目前派緊超過15厘嘅股息，甚至係比起中海油係高。不過當我哋去比較呢兩隻股票過去嘅股價表現啦，就可以見到中海油嘅表現啦係明顯強好多嘅。無論係年初至今定係1年嘅回報，都係大幅跑贏中石化嘅。咁所以如果想投資喺個石油嘅板塊嘅話，中海油嘅吸引力啦會係比較大嘅。最後第三隻值得考慮嘅收息股啦，係隻322康師傅。咁佢主要啦喺中國生產同埋銷售公仔麵啦、飲品同埋零食嘅。咁亦都有負責同埋管理喺中國百事飲品嘅銷售活動嘅。咁普遍香港人對於康師傅嘅品牌啦就未必太過熟悉嘅。不過喺國內嘅市場，康師傅嘅品牌啦就出名好多，而且喺唔同嘅食物類別啦都係行業嘅龍頭。咁根據翻2021年12月底嘅全年業績，公司嘅總收入啦係741億嘅人民幣啊，咁按年啦係上升咗9.6%嘅。而至於盈利方面就錄得大約44億嘅，咁按年啦就下跌4.2%嘅。咁從主要嘅數據去睇，就可以發現康師傅啦過去幾年嘅增長就唔高㗎。咁不過事實上行業嘅增長潛力都有限嘅，咁所以投資者啦就唔可以預期業績係有太大嘅升幅。公司喺行業一哥嘅地位係佢主要嘅亮點啊，而公司嘅經營規模啦都係非常之龐大嘅。咁分別啦就同3萬個經銷商同埋14萬個零售商合作嘅，咁所以都享受到成本效益嘅優勢，咁都令到其他小型嘅公司啦係好難直接競爭嘅。咁再加上內需食品嘅業務就相對穩定嘅，唔會太受經濟週期影響。而目前公司嘅派息率啦都超過10厘嘅，喺過去幾年嘅派息都有幾強勁嘅增長。所以喺現階段市況咁波動嘅情況底下，康師傅啦亦可以係一隻大家值得考慮嘅收息股。好，希望今日嘅影片啊都幫到大家。咁最後如果啦大家係想支持我嘅創作，同埋想收到更加多獨家嘅資訊嘅話咧，咁都歡迎大家去 join 我嘅 Patreon。咁詳細嘅資料啦都可以去翻下邊嘅 description 參考。多謝大家收睇啊！希望大家係可以 like 我條片啦 ，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， 同埋 follow 我嘅 IG 同埋 Facebook account。好，今集時間差唔多啦，下集繼續和你賺。